看看村里的那些退休老年人啊，打乒乓球、唱歌，当然还有带娃的。左前方还有一组在那边跳广场舞。嗨，大家好，我呢也开始从村里出发，开始我今天一个好天气下的骑行啊。今天已经来到了1月6号，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啊，新年已经将过了1个礼拜了。前阵子呢跟大家打了招呼啊，新的一年呢手上也多了一些工作，有些呢是盛情难却啊，就有一些老朋友、老同事啊，他是希望我能够发挥一些娱乐，就请我去做一些顾问性的工作。另外一个呢，我自己的大孩子也算是正式入职了一家医疗机构。那我想着作为过来人，肯定也是要对他进行一些传帮带吧，当然是一种很宽松的相互的一些影响沟通。另外一个呢，今年将会迎来我第一本根据我的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工作的当中跟很多的同行更多的当然就是一些我的病人，那些早已经成了朋友的这些病人们之间结下的友谊，还有就是这个10多20年走过的人生之路、职业之路，就把它以一种我不熟悉，但是经过挑战也草草完成了的一本书，或者可以把它称之为一本小说，交付给某家出版社，但现在已经进入到出版的程序。相信的，在今年上半年应该可以和读者见面了。虽然我对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花费了心血和时间写出的一本东西，当然也是对它的出版有小小的期待。更希望呢，有更多的读者能够从我的这本小说里面，从这本小说里面描写的牙科医疗，尤其是浓缩在一个诊所之中的牙科诊疗的这些事情呢，我希望呢能够把它说清楚，给予民众呢在牙科的保健平时养成这种好的健康习惯。当然还有很多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参照，会得到一些启发。同时呢，也是让我的同行同道们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从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老的牙医已经干了整个职业生涯当中走到后期的一位同行，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也有一些经验之谈，从而呢有所参考，也会得到一些自己
正在思考啊，或者有时候会有些疑惑的地方，反正兼听则明吧。所以呢，对于普通的民众，对于同道呢，我相信啊，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到底意义有多大，大家有多少的收获呢？这反而是我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我能够从读者那边得到更多的反馈希望呢将来还有机会进行改版，能够重新出版之类的。那也作为一个退休的牙医最后的一点贡献吧。另外呢，我想啊，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什么时代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肯定是最好的，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回望以往，更不要太多的去期望未来。活在当下，能够在当下里面适合现在的这些社会的形态，最终呢也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也可以经过努力呢体现自己的一份价值，来回报自己的家人乃至整个社会啊。那我觉得呢，这都应该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管你从什么职业，还是需要务实的去做这方面的思考。好了，一场开场白啊，讲的已经有点太多了。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天湖居，这边的园丁呢，真的也蛮辛苦，整天在这边修剪各种树枝。今天呢，也是趁着天气好，打算呢还是到河边去转转啊。那我呢，打算从天湖居这边呢，这个小门骑到外面去，经过莲花大道啊，骑到景观路上，最后呢，还是希望去到四桥水道、平山冲等等这些地方，去领略一下冬季的番禺这边河道边上的风景。相信呢，很多的这些杉树已经变黄，应该是一派北方的深秋啊，但在这边呢，就是冬季这样的景色。那今天呢，我穿着长裤，穿着长衫，但是我相信啊，骑到一定的时候呢，说不定会脱衣服，因为南方的这个气温呢，还是20来度，非常舒适。现在呢，我已经从天湖居这边出了村，骑上了莲花大道。这条虽然叫大道，但实际上像一条乡道。今天早上呢，我就
收到了我的小孩啊，他回到了多伦多的消息。现在从广州飞多伦多，因为没办法绕入俄罗斯上空，所以的话呢，花的时间好像比以前更长了，大概飞了15个多小时才飞完全程。所以对于回到家乡来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的这些在海外的学习生活的孩子呢，就每到这种节假日啊，真的有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就这么飞回来一趟，一共10多天的时间又飞回去了。但幸好呢，我们就听到已经顺利降落啊这样的消息。所以原本呢，我们是真的非常希望说，到了退休年纪啊，应该可以自由了，可以到处走一走，就更多的是看望我们的小孩啊。但是其实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因为我们上面还有老人，我们有时候处于中间啊，承上启下。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话呢，父母在难以远游，所以有时候也只能先根据现实的这些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行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肯定会把更多时间啊用于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更多的价值体现，或者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去拼着老命啊，再去消耗自己的时间，其实就是消耗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明确，很多事情啊，真的不能既要又要，总得要放弃一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在年初新年第一期的这个骑行路上呢，就跟大家也打了招呼啊。虽然我非常希望能够为我的健身骑行就日常的这种锻炼加一些佐料，也就是拍一些视频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因为这个呢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也是因为需要承受这样的一种信用啊，所以呢就是每天都在更新我的那些其实并不中看啊，对很多人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于我而言，或者对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希望了解我近况的朋友呢，还是有小小的意义的一些视频。但是就像我今天已经在骑行途中啊做了一些铺垫，那么有了一些当然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在做，同时呢也为了完成自己的稿件，让它变成一本出版物，正在尽最后的努力。所以呢这些都会耗费一些时间精力啊，所以真的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每天都跟大家来做分享。但是呢因为这种骑行我希望还是把它变成一种日常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便不是每天都出来骑行，也是隔三差五啊都会进行这样的锻炼。所以我还是会尽可能的骑行，有时间呢还是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如果没有办法日更呢，相信没过几天啊就会有新的视频和大家见面。
现在我继续在莲花大道上骑行，这是一条在祈福新村的南面啊，就是靠着祈福新村边界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呢，以前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一条羊肠小道，那现在呢也铺了水泥地，而且把它称之为莲花大道。我已经骑了很多回了，我想着可能从1-2年以前就开始骑在这条马路上了。这条道呢起起伏伏，就像现在呢我是上坡，但是骑多了几次以后慢慢就适应了，所以并不觉得很累，倒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骑行锻炼的路程。你看啊，到了差不多坡顶，这边还有一些池塘、鱼塘啊，可以观望一下。前后左右呢，满眼都是绿色，就这种景色是我特别喜欢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同感吧。每次到这边呢，我就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鱼塘，也有一些采摘场啊。就这个山坡上啊，还是有很多的村民居住在这里。但是我从来没有从这条莲花大道拐进来过。今天我觉得天气比较好，也是抱着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态啊，就在这边骑行。所以呢，我就拐到了这个水塘附近来，看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村庄啊。虽然这些路呢都是一些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道上稍稍骑一下也无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种了很多的蔬菜，而且对面还有很多的花卉啊，不知道这个花是观赏的还是拿来卖的呢，这还是挺不错的。我想問下摘草莓喺邊度啊？唔知啊，我都唔喺度人。哦，唔該晒。係啊，應該喺呢附近啊。有一位小哥开着车要找一个草莓摘采园啊，我也不知道在哪，然后相信呢就在附近吧。哇，这里面还别有天地啊！你看，就是这个路比较费轮胎啊。哇，你看，一个小的湖或者水塘啊，接着一个水塘，变成了一些这种鱼塘的群落。哇，这里面应该没有路可走了吧？应该是正在重建的一个区域啊。
我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水塘里头有很漂亮的这种，应该是鸳鸯吧，但鸳鸯应该没那么大啊，是绿头的大鹅，很漂亮的。有时候骑行呢，就是到这种村里、田间这种小村道里面啊，来骑行一下，来体验一下这些农村的氛围啊，欣赏一下这种农村的风光，有时候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啊。这些农村呢，也在不断的修建一些水塘，重新呢来整理一下他们这种小田地啊。其实你看，左侧这边呢，就菜长得很好，可是右侧这边呢，其实就是荒草、荒芜着的一种感觉，所以他们也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好了，就是这个村里的路实在是太糟糕了，我还是往外骑吧。这条小路对面呢，就是听根村的边缘了，就那些村民的房子，你看还是做得很高很大，这一家人居住呢，真的绰绰有余了。好，我们还是骑到莲花大道上来。大富山悠然钓鱼场啊，你看这个鱼塘里面的水都见底了。它的边上那些地里啊，都摆了很多的年桔。蛇年春节即将要到了，还有半个来月吧。很多地方又要布置花市，老百姓都要采购各种各样的花卉。而这种一盆盆的年桔，大吉大利啊，对广东来讲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右侧还是有不少的鱼塘啊，
大家钓鱼，还在营业着。现在骑过宜山西路啊，继续沿着前面这条景观大道向南骑行。这条景观大道呢，前面的景观大桥下桥的那个地方还有一段没有最后完成，否则呢就一直可以从这边骑过桥去啊，经过沙湾古镇，一直可以去到四良路，那边就进紫泥岛了。但今天呢，我可能还是在桥的下面走走，在四桥水道再去找找平山冲这些河边的四通道去转转。骑了半个小时，继续在景观大道上骑行。我的右侧呢是一个村庄，门口呢也建了很多的商铺。你看这些马路啊，边上放了很多的车位啊，你停在那边的都是要收费的，而且没人管理，你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进行付款。那你如果说不付钱跑了呢，相信他有办法能够追踪到你啊。右侧呢是横江村，
左侧呢就是要上景观大桥了，但是我就在下面沿着沙地路，沿着四条水道来骑行一下，看看风景。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沙地路上了。从这边开始呢，就有这种涂成蓝色的地道。那我们就在这个地道上呢，缓缓地骑下来。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稍稍的观望一下。你看啊，这些河边呢，就变质的这种已经枯黄啊，这种有着季节变换的色彩的这种松树、杉树啊，应该叫杉树，好像有个名字叫落羽杉吧。所以，就这种季节，你到河道边上去走走，你从这些树的颜色呢，就看到季节的变化。尤其在广东这边啊，因为你的体感真的，你搞不清楚身处何种季节，所以很多到广州这边来常住的北方的人呢，经常吐槽的就是大家不知身在什么季节，总感觉就没有在北方，因为季节的转换啊，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一种调整。四季的风景呢，也会让人感觉到时光在变化啊，就会有更强的季节感。广州这边呢，真的没有这种季节感。那我想，如果要去到马来西亚、泰国这种地方去生活的话，恐怕就只剩一个季节了，就只有夏天了。今天这个河里头的水还挺多，再加上呢，今天并不是一个休息日啊，我看钓鱼的人也少了很多啊。这条沙地路它紧靠着4条的水道。你看啊，它其实分成很多条，我的左侧呢就是行车的道路，我这条呢就应该算骑行道啊，或者是步行道。在这个下面呢，
还有更清水的道路，你也可以在里面骑行漫步。总之它还是非常立体化的，大家可以各走各的路。右侧呢就有个龙舟码头啊。骑了9公里啊，这边呢已经来到了莲湖生态公园附近。这个公园的大牌坊呢就在我的左侧。今天呢暂时没有到里面去逛的念头，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生态公园，还在不断的建设过程当中。那我把这一段呢当做我今天的第一段的分享，我们继续在这条4条水道边上的步道上缓缓向前前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拜拜。